申鹤作为一个有节奏，但节奏和强度都没给人留下特别深刻印象的角色，终于插着队复刻了。当然，他也是第2-9的了，好吧？那很多小伙伴看着主线刚送的粉球，想必已经开始纠结了，是抽申鹤还是抽雾切呢？首先，林华第1位，肯定没话说，没有这个1，后面的0再多也没有用。然后先是插 P 档，我说句实话啊，我当时抽了就一直没练，这2天为了做视频才刚拉上80级啊。但是就申鹤这种身材，放眼整个提瓦特，那都是相当稀有的。此时不抽，难道再等1年多吗？外加他有神女劈冠的剧情加持，而且他给3个篮球，这可是雾切没的呀。最后再从伤害之类的综合来看，先说结论吧，雾切和申鹤都好，但原石存量大呀，还是更推荐雾切一些。如果担心武器是歪到姥姥家的啊，抽申鹤吧，不亏。因为我只有金5的雾切啊，总不能拿来跟天幕比。但其实网上翻翻大佬测评，很明显就能看出雾切对灵华大招的提升，每下3到5千吧。但申鹤的提升能够将近翻倍呀。当然啦，这样测是不够理性的，我细讲一下2者的优势吧。雾切大家都懂，泛用性摆在那儿，T0级单手剑有的是人可以用，不多说。而申鹤呢，虽说是能伤害翻倍，但如果不是1命，时间其实很短，所以就被很多人诟病了。你堂堂一个5星，还不如4星专服给的多。我在这里也给大家分析一下，当年策划给申鹤的数值确实是偏保守。我们来看第1个专服9条，真的强，雷系的爹，但要6命，6命4星可不见得比0命的5星要的原石少呀。然后呢就是5郎，再到前不久的发露山啊，炎系、风系，外加当年没有草的雷系，说难听点3大垃圾系呀。策划给数值自然是会慷慨点，而冰无论是当年还不用打熔干的甘雨，还是后来的灵华，都完美诠释了冰系的强大，而且是可以独自强大。对这么一个血，策划自然不敢瞎给了，尤其是这个天赋加15冰伤，5星专辅还不如甘雨这种主 C 给的多，确实让人失望。但申鹤胜就胜在他也有一手翻译用性，从小技能到大招，从普攻到下落攻击都有他辅助的份儿。虽说现在灵华没那么强势了，但总不能说原神以后就不出兵系了吧？人家至东还在后面等着你呢，能辅助的人不会少的。至于循环，个人觉得带个充能武器灵命还是能用的，没那么丝滑而已。武器方面，4星用西风，5星可以用薄荷，因为要攻击白直嘛啊，不缺充能，甚至可以考虑鸟枪。反正都是悲伤的故事，怎么悲伤怎么来就是了。专武不推荐，如果是歪的话，可以给武器大师香菱或者萧，但都不算很香。圣遗物4宗室，因为队伍里没班尼特嘛，堆攻击和充能。最后再讲一下灵命时很多新玩家容易忽视的一个问题，申鹤这个小技能啊，也就10秒，你半夜来一套，在星海最后到灵华的时候，时间可能已经不多了。看到没？我申鹤还没开大，所以正常情况下，万叶的大或者小技能只能放1个，这样灵华才能吃到足够的增伤。好了，最后再来总结一下，如果比较在乎眼前强度，而且敢下武器池的，还是更推荐雾切。而申鹤我讲了那么多利弊，大家应该也有感受啊。对了，还有人会说啊，申鹤万星的破盾问题，这个队伍要踢，肯定是最先踢申鹤，对吧？这话在一定程度上我也是认同的。但什么叫针对啊？狗策划针对你，怎么可能让你好受呢？换队或者换路才是正解嘛。反正我觉得啊，眼前没有深渊压力，有余力着眼未来的，抽个肯定不亏。毕竟他这个5星专辅在这卡着啊，你还想以后出更好的兵符吗？很难的吧。